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带来《外星人也难民》第2季的第2集。安静的餐厅内，一个网红逼逼叨叨的打破了宁静。这种毫无公德心的举动让小妍妍很不满，于是她干净利落的掏出枪，将其缩小。不同的是，这次杰西并没有说他，反倒附和的说这人就是个傻叉。他已经不想再管小妍妍的破事儿了，他今年只想让自己开心。回到家后，小妍妍就把这网红扔进了强国。穿过隧道，迎接他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姑娘。这位眼镜妹是强国的接待员，她向网红介绍了强国的历史，从外星人缩小人类到公爵统治群众，再到勇士蒂姆带领人民成功推翻暴政，以及最伟大的雪莉为除公爵牺牲了自己。眼镜妹还说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因为第1个雪莉纪念日就要来了。说信息量确实有些大，但既然已经来了，网红男也只能接受，在这里重新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。得知他想当服装设计师，眼镜妹马上给予了支持，还说自己会当他的第1位客户。强国分配的房间非常温馨，也挺宽敞，营养师还会准时敲响房门，带来新鲜的蓝莓和圣女果。这种普通人嘴里塞牙缝的食物，就是他一整天的全部供给。之后，营养师又去了小黑的家，对待拯救了无数人的英雄，营养师自然是格外优待。除了正常供给以外，还有一个大草莓，女友拿过草莓就啃了起来，直呼这就是强国最美好的事物。但紧接着，他的这句话就被打破了，因为最美好的事物分明是小黑的求婚戒指。你愿意和我度过这微不足道的一生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但一切并不像表面这般和平。红发女士像往常一样带着小甲壳虫在公园散步，不曾想竟然发现了一具惨烈的尸体，死者正是那位营养师。黄毛和光头请来了小黑，说需要他的专业指导，可小黑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没错，他确实是战争英雄，但如今战争已然过去，他只想回到自己的平静生活。黄毛他们也推测出了凶手，那就是蟋蟀。虽然这死状确实不像，他们之所以找小黑，也只是看中他战斗英雄的身份，想着由他宣布这消息，众人更能接受。但小黑并不想搅和进这件事儿，他只祝他们早日找到蟋蟀，便离开了。夜晚，小黑又梦见了战斗时的场景，无数人冲锋，然后无数人被埋葬，即使他再努力，也无法阻止死亡降临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死去，他也越发绝望。这时，妻子的声音将他拉回了现实：你救了那么多人，但是没救下所有人。你已经尽了全力，但我现在有尽自己的全力吗？妻子一听这话，有些着急。没人想自己的丈夫陷入危险之中，她现在只希望能跟小黑在家好好过日子。可是逛个公园就能遇见凶杀案的地方，算什么家？小黑决定去帮助他们进行调查。他故作轻松地安慰妻子，说不定就是个蟋蟀呢。再说眼镜妹，为了看看网红男是否适应，第2天还亲自去了裁缝铺，没想到这人根本就没去报道。眼镜妹就想着，也许他是迷路了。然而网红男房间里的血迹证明着这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卧室的场景更是将这份惨烈推到了极致，里面的世界正暗流涌动，而外面的世界则是一片繁华。可我订购了一桌丰盛的美食，正准备邀泰瑞下楼共享，没想到这家伙对眼前的佳肴不屑一顾，还说要去参加高端晚宴。可我和小妍妍就觉得很不公平，咋就没人邀请他俩呢？泰瑞倒觉得这很正常，他们2个又宅又不爱社交，而且还低情商，总是说些让人尴尬的话。即使如此，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受到邀请，尤其是看到杰西和勇勇居然也要去。杰西说他要去钓个有钱的老头，然后体验一把当小三的快感。闻此，可我更火大了，他作为队长，怎么1个2个都比他还要知了？这他可不答应。他用地球终结者威胁泰瑞，必须带他俩去参加晚宴，一切物质都将被和平。泰瑞没办法，只得答应把他俩带去。我总要找个机会扔掉你这破玩意儿，那你就试一下，我让你试试就试试。进入宴会之前，泰瑞特意嘱咐可我，让他别紧张，也别像平时那样，就轻松一点，开心一点。进去之后，宴会主人很热情，还让可我闻闻这葡萄酒的味道，这可太难为他了。他憋了半天，就说了句闻着像葡萄酒。不想就这一句，却惹得主人开始疯狂阴阳怪气，明里暗里都嘲讽着可我不懂行。再加上泰瑞又在旁边疯狂施压，可我又开始疯狂冒顾不乐了。泰瑞倒是在哪里都混得开，朋友们又提议玩好莱坞高管猜猜猜，可我和泰瑞哪认识这些人啊？结果游戏刚开始就被大家群嘲了。杰西的表演也进展得不顺利，他觉得人们的掌声太敷衍，而原因就是勇勇不在状态。再说可我被嘲笑过后就恼羞成怒了，就说猜地球上的人算什么本事，有本事跟他 battle
他们村里的名人。然而这番不合时宜的言论不仅没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，反而把他们从人群越推越远。泰瑞有些尴尬，就想让这两人先回家。你们现在有点扫兴。此话一出，把科沃的心都伤透了。他掀翻桌子，带着小妍妍就离开了宴会。回家的路上，科沃还一直骂骂咧咧。小妍妍就想着直接把那些人融成肉酱，这样世界就和平了。科沃却已经看透，就算融成肉酱，挫骨扬灰，他们也会在坟头举办宴会，嘲笑他俩土包子。小妍妍无奈了，要是能把宴会融掉就好了。这句话点醒了科沃，他立刻让司机去最穷最下贱的参议员家，造金机在手，科沃马上就收买了参议员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他立刻游说通过了禁止宴会的法案。不仅如此，还任命了科瑞和小妍妍为宴会警察。泰瑞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，直接气得半死。有了这重身份后，二人组马上持枪上岗，酒水和开胃菜全都不能放过。他们去的第一家看似没什么异常，然而紧接着那主人竟拿出了千层面，看来是宴会没跑了。一群人马上冲了进去，首战告捷。这两位警察还上了头版头条。接下来又有好几起宴会被他俩端了。终于在某天，泰瑞找到了科沃，他看了近些天的新闻，对他俩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。当初告诉过他们不要参加晚宴，现在又使出这种手段加以报复，他现在是怒火中烧。偏偏科沃的理由冠冕堂皇，说只是秉公执法，还让泰瑞离宴会远点。可泰瑞是谁？他不仅不听科沃的警告，还当着他的面说他绝对不会放弃晚宴。杰西和勇勇也闹了矛盾，他没想到这小家伙竟和别人表演了，背叛的滋味涌上心头。他发誓没有勇勇也能一战成名。到了饭点了，泰瑞和杰西又不吃饭，还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说要去逛超市。这么明显的谎言，自然不可能骗过科沃。于是两人尾随泰瑞进了那栋房子。不想这里只是间再正常不过的酒吧。然而等到他们退出去之后，泰瑞转动了按钮，原来这真就是宴会。回到家之后，科沃两人才知道被骗了。既然泰瑞动用科技的力量，科沃就决定用科技打败科技。他启动了2个电子人，他们能检测到电子邀请函，这确实帮助他们找到了宴会的地点。然而看向里面的时候却空无一人。还有一次，他们把宴会开在了水下，离抓获最近的时刻，宴会的人都变成了猫。显然这些都是泰瑞的手笔。为了宴会，他是一天一个样，天天不重样。不过科沃的电子人确实给他造成了些麻烦，他现在都改用寄纸质版邀请函了。科沃发现无论怎么劝，泰瑞都不会听，就允许了小妍妍过度使用武力。小妍妍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他和他的地狱犬已经饥渴难耐了。这2头犬是用特殊材料培育的，它们能嗅到方圆好几里以内的宴会气息，然后把里面的人吞下，变成一瓶红酒。这等血腥暴力的场景把科沃都惊到了，他没想到这过度使用武力竟然过度到这种程度。这时他们收到了新的电子邀请函，这场宴会泰瑞和杰西也有可能参加。科沃急了，忙让小妍妍召回恶犬。然而小妍妍根本就无法命令狗子，恶犬嗅到派对的气息就停不下来。科沃着急忙慌朝着宴会赶去，他还给泰瑞打了电话，说有恶犬出入。可泰瑞现在已经不相信他的话了。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泰瑞就挂断了电话。泰瑞自信满满，以为再不会有人打扰，却不想直接破窗而入2条恶犬。若不是科沃及时赶到，他可能马上就会变成了一瓶外星红酒。然而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，这2条恶犬还在对他们穷追不舍。情急之下，两人躲进了一家全食超市。这下完蛋了，这里到处洋溢着晚宴的气氛。果然2条恶犬很快就找了过来，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变成了红酒。还好他俩反应快，掩盖了身上的晚宴气息。科沃涂满了蛋糕，佯装在参加生日聚会，而泰瑞则将自己隐藏在了单身汉气味之中。眼见他们都受困于此，科沃说了实话，其实他并不讨厌晚宴，他禁掉他只是因为想和泰瑞在一起。对于他的真情流露，泰瑞也说了心里话，说他不该老想着在陌生人面前惊艳四方，而忘记了好基友。说罢，两人就用一吻了结了恩怨。这时恶犬刚好找到了这里，还好科沃一首生日歌把他给打发了。怎料泰瑞突然作死的问了一句：“你玩过苹果派对的桌游吗？”苹果派桌游？恶犬猛地回过头来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杰西驾驶着飞行台救走了他们。看他和游泳这样，应该是和好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去那个议员那推翻这条法律，一袋金币下去，议员马上改口。这下生活总算又回归了正常轨道。一家人在家里玩起了宴会游戏，用那些只有他们知道的西普洛冷知识。科沃也终于体会到了晚宴的乐趣。小妍妍呢，则负责把红酒重新变回了人。毕竟他当时之所以会这么做，只是为了耍一下当赏金猎人的威风。而那些受害者还真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继续去过自己纸醉金迷的日子啦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